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记得在前不久，我跟其他的主播做了一个地图的测试，就是强攻劲弩的测试。在那次测试之后，其实我做了一个影片，并且写了一个很长的反馈给官方。没有想到策划真的回应了我们所反馈的东西。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观众可以看回我之前的影片。今天我们来说一下策划那边有什么答复。在一开始就有说到他们是已经做了强攻劲弩的地图测试，下面就有说到自从2023年开始推出远程到现在已经过了1年半的时间，从那个时候开始游戏发生了很多变化，已经有不少的玩家都已经开始接触远程了。为了使远程和近战更加有吸引力，所以他们开发了这个远程的地图，可以使用游击部队或者是炮台部队。当然他们也知道，当玩家要接触远程统帅的时候，装备、军器跟统帅都是一个很高成本的输出。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出现了这个剧本，可以让玩家去转换，可以让玩家更快更轻松的去适应远程单位，让更多的玩家去体验远程的刺激。不过他们也知道这些变化可能会导致平衡问题，所以他们才决定在推出这个故事剧本之前做了一个小测试。下面的画面他们是根据了每个玩家的反馈，还有观看了每个主播的直播画面做出的数据，这些是他们的回应。首先第一个，远程单位太强了，在这个故事剧本中，远程单位的战斗表现超出了他们的预期。那其实这个问题我在之前的影片还有写给他们的反馈里面有提到，就是他们改造之后的一些技能太过强大了，那些用正常部队的玩家都不能像这些炮台部队这么夸张，造成这么多的伤害。虽然他们那个剧本是为了要突出远程单位，并为战场增加更多战略深度，但其实他们的意图不是让那些玩家完完全全的去使用炮台或者是游击部队而已，变成近战部队不重要而导致到不平衡。因此他们打算进行以下调整。首先第一个，降低某些转换技能之后的强度，他们将会减少一些攻城统帅的争议，不过只会在这个剧本减少而已，其他的地图还是一样的。第三，他们将会降低游击部队的行军速度，还有炮塔的攻击范围。第四，炮台部队将会有一个范围限制，如果那些近战的统帅靠近炮台部队的一定距离之内，炮台部队就不能再发动机组攻击还有主动攻击。那么这里有一些反馈应该是来自其他的主播或者是玩家，我有说到的就是技能太强，还有一个就是游击部队太夸张了，然后其他那两个不是我讲的。但其实我觉得炮台不应该削弱这么夸张啊，其实炮台真的很麻烦一下要拆要安装的时间太久了，我觉得其实可以不用限制啦。第二个反馈，对于近战的玩家游戏体验不是很好，尤其是那些负责当前锋的玩家受到的伤害太大了，因为冲第一个的玩家永远都是死最快，受到的伤害最多的。那官方回应，他们正在考虑增加机制，使近战部队更加有效的对抗远程部队。那这里就没有写解决方案啦，但他们已经知道有这个问题存在了，所以我们要看之后他们怎么改。第三，就是改造过程太过复杂，要转换去远程啊，转换去游击，有一些玩家可能搞不清楚。这个我有写给他们，可是我在影片中好像是没有提到这一点。我会写这个反馈的原因，主要是我们在做测试的时候，其实我看到有不少的玩家都不知道到底要怎样去转换，甚至有些还没有进地图不能转换，自己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可以增加一个标记还是什么，就是讲你要进了地图之后才可以转换之类的，提醒一下玩家。策划答复他们会简化这个步骤，并且增加更多的教学和说明。第四个反馈，游击部队很难控制，不过他这个反馈没有详细说明很难控制是讲什么东西。我这里做个大概猜测，因为我写给他们的反馈里面有提到一点，就是你很难去判断你的游击部队到底在哪一个方向。因为当我们使用游击部队的时候，其实它会发动远程攻击，就变成它的部队不会那么靠近敌人，你要它靠近一点的话就比较难去控制。那其实这个控制方法呢，可以靠拉空地去控制的，但是有些玩家可能操作不是很好，可能没有办法拉到指定的地点，或者是他可能直接冲入人群之中。策划答复他们将会继续优化控制，以减少部队的波动。第五个反馈也是我有写给他们的，就是希望他们能够限制游击跟炮台部队的数量。因为真的太多人使用远程或者是炮台部队的时候，就变成完全没有玩家用近战统帅。就像前面所说的，如果你用近战的话，你肯定会受到的伤害比起那些游击或者是炮台部队还要更多，甚至都没有人去帮忙围棋子、围要塞之类的。策划答复他们目前在考虑可以派出远程的部队上线，目前想到的方案就是随着故事的发展，可能上线的数量会增加。
它会随着慢慢增加，这个也算是比较正常，因为我们玩家也是要等到后期才可以出到7队嘛。不过他们这里并没有说到底会限制多少的数量，因为他们要拿捏这个数量也不是很容易啊。因为有些玩家可能他们就是想要玩7队远程呢，结果你进来这个地图，你只能给我玩1-2队的话，他又不满意。我个人觉得用2个游击部队加一个炮台是已经足够了，但是我问98说1个游击1个炮台就已经足够了。第6个反馈，太多的远程部队会导致到战斗很混乱或者很难跟从，这个就是我之前所说的，你的部队一直四处分散，没有办法集合。我跟你们说一下差别在哪里。如果你们太多玩家使用游击或者是炮台部队，你会发现到你们所爆的那些球啊会慢慢散开。我说真的，如果太多玩家使用游击部队的话，是真的会慢慢散开，因为它会攻击不同的目标，你的目标站近站远都会有影响到你的部队的距离。像是有一些已经冲到很前面的玩家，然后他攻击更加远的目标，就变成他的部队会往前，如果攻击近的目标，他就会站在原地不动。但是那些站得很远的玩家，他只是攻击前面的目标，就变成他的部队永远都是站最远了。这个跟近战是完全不一样，完全是相反的。一近战的话，因为我们攻击的范围是有限的，就变成原本我们散开的部队会越爆越密集，会更加容易让指挥去判断应该要进攻、防守或者是撤退。策划答复，目前他们正在研究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那其实玩家是可以自己操控的，就是你拉到一个空地去进行操作就可以了。但是我相信大多数的玩家应该都只是攻击目标而已，应该很少会自动去调整自己的位置啊。不过出现混乱的问题也只是产生在游击部队而已，一般的近战部队是不会有这个问题存在的。他们将会利用8月7日上线的先锋体验版强攻劲弩来收集更多的意见，希望能够发现上面所说的问题之外的更多问题。第一点所提到的调整将会在这一次的先锋体验版进行测试，就是调整技能的强度、炮台的攻击范围，适当性的削弱远程部队，并且他们也会尽快修复第2跟第6的问题。第2个问题就是讲近战部队的游戏体验不是很好，第6太多的远程部队战都会造成混乱，很难去跟踪。最后一句话是有说到他们的目标一直以来都是想要创造一个更加有策略性并且平衡的战场，后面就是想要听到玩家的意见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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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各位之类的。 OK， 就这样子。那虽然他们这里所做的调整不是我所写给他们的全部内容都有调整啦，但至少他们是已经听取了玩家的反馈，至少没有浪费我那3个小时时间去测试这个新地图。当然我是希望调整之后游戏会更加好玩啦，更多玩家会愿意去选择这个新的剧本尝试。而且我对于这个剧本的期待是比起其他剧本还要更高，因为其他剧本讲真的来来去去玩的东西都是一样的。虽然我也知道关注这个话题的观众很少，你们看那个观看次数就知道了。尽管我的观众都不在意这个课题了，但是还是有一些玩家希望有更好的发展，所以我尽量去争取。也有看到一些观众回应我说，这一次测试只有我一个国际服的华人主播。但这个也是重点，如果我不帮你们发声去提这些事情的话，国际服中文圈真的没有人帮你们发声了。所以最后我是已经预料到这个影片应该没有什么人看了啦，但至少我做出了一些贡献。至于各位在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